今天我要用番茄和菜豆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要和大家分享素食泰式打抛猪。影片中呢，会和大家聊聊我对于台湾异国料理的看法，还有带大家看看我们家的打抛叶还有9层塔，让你们看看它们有什么差异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ty Wong TV， 我是 Kisty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番茄和菜豆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1颗番茄。我本来要买小番茄的，因为没有卖小番茄，我就给他买了大番茄回来，也是可以。把番茄的蒂头切掉，把番茄切成小丁，现在先切片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番茄放入盘中，我准备了3条的菜豆，去头去尾。我想让素食打抛猪来点绿色的点缀，所以用了这个菜豆，也可以吃到一些蔬菜。长豆太长了，先对半切，再来切成粒状。以前15年前呢，来到台湾念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，马来西亚餐厅很少，大部分都是泰国餐厅居多。但你要说找素食的南洋风味的餐厅，或是素食的马来西亚餐厅呢，几乎没有。是到最近哦，才会有一些素食的马来西亚餐厅出现，素食的南洋料理啊，开始慢慢变多了。我在想，也有可能是因为疫情呢，让我们因为很想念马来西亚食物，所以呢，素食的南洋料理餐厅呢，也渐渐越来越多间了。那有些人就会说这些在台湾开的马来西亚餐厅啊、泰国餐厅啊，料理到底正不正宗啊？其实呢，就是不同的地区呢会有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进化，但是呢，有些时候呢，饮食就会因为这些不同的地方，然后进而去发展出不同的食材啊、形式啊，或是风味上呢，也会有一点不同。他们可能会找一些无法取代的那些香料呢，去代替，用其他的代替，这样子你要说它正不正宗，就是因为饮食文化这种东西，就是融入在那个国家的文化里面，所以些许会有跟马来西亚或是其他国家不同，那就是因为因当地人的口味而改变。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咖喱很辣，那台湾的咖喱，台湾人没办法接受那么辣的咖喱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会在口味上调整，或是3巴辣椒啊，马来西亚可以做到很辣，可是台湾呢，比较不容易，比较不会吃辣，所以呢，就会改变成比较不辣的口味。那像拿西勒玛啊，我们都一定会放空心菜嘛，或者是对，就放空心菜。那台湾有些餐厅他们会放高丽菜啊，那我们有些人就会说，这在马来西亚是不会放高丽菜。那但是呢，就是融入台湾的一些文化，在一些配菜上会有所调整。所以呢，我觉得，正不正宗还是要看自己的个人看法。把菜豆放入盘中，准备3片豆干。把豆干压碎，压碎成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准备850克的大豆素肉球，因为我们家的大豆素肉末用完了，然后就用大豆素肉球来代替。如果你做这一道打抛猪，可以用大豆素肉末来做。倒入热水泡软，再来准备一些香茅。今天到我们家附近的越南店买香茅，这一束呢，它算我台币25元，总共有5支。那之前呢是台币30元，因为那越南小姐说比较不漂亮了，叫我回来要剥一剥再来用。
那现在我们就来剥，把不漂亮的剥掉。以前呢，我觉得香茅在台湾很难买得到，那最近我觉得好像很容易可以买得到，就在越南店或是印尼店就买得到了，反而香茅还蛮普遍的。现在是那个斑斓叶呢，我就觉得不是很容易找，越南店没有卖斑斓叶。像今天我本来要买柠檬叶的，然后他说卖完了没有，所以今天就少了一个味，就是柠檬叶，所以没有也没有关系。其实这样剥一剥也蛮美的，就是剥完之后就变白白的。现在来切，等一下想要煮香茅姜黄饭，3杯米用2只，那这一只拿来做素打抛猪，这个就放冰箱保存。把香茅的根部切掉，斜切成小段状，这个用来做素打抛猪。把香茅放入盘中，这2只要煮姜黄饭，把根部切掉。接下来用刀柄把它敲扁，切断。这2只煮姜黄饭用。大豆酥肉球泡软了，它的水现在都是豆腥味，现在把它挤干，等一下再拿去清洗2次。大豆酥肉球我已经洗了2遍，就是泡水，然后搓一搓，然后挤干。那现在我们来切，这里的分量是还没有泡软之前称是850克。把大豆酥肉球切成粒状，换一个方向再切。把切碎的大豆酥肉球放入盘中。我们现在来剪打抛叶。那打抛叶的中文名字呢叫做圣罗勒。那九层塔呢也是罗勒的一种。那九层塔跟打抛叶它们都是同科同属的，它的味道有点相近。那形态上呢有点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呢？就是这个九层塔呢，它是椭圆形的叶子。那打抛叶也是椭圆形的叶子，可是打抛叶的叶缘呢，它有这个锯齿状的，然后它有一点毛，枝叶上、枝干上也有一点毛，叶子上也有。那九层塔呢就没有毛。对，那味道呢，九层塔的味道比较重一点，那打抛叶的味道比较淡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剪，再剪1只。等一下煮姜黄饭，所以呢，来剪一些香兰叶，来剪3条，煮姜黄饭就会香香的。打抛叶洗干净了。现在把它的叶子剪下来。这个花呢，它上面会有一些种子，它会飞，所以呢，它会飘到旁边，旁边又会有新的一株跑出来。泰国人呢，他们会用这种打抛叶新鲜的香料，搭配一些湿性的食材呢，去做成咖喱，像是绿咖喱那些。那可是马来西亚的印度咖喱呢，大部分都是干性的香料去组成的。那比较常见的就是红咖喱，所以会用咖喱粉那类型的干性的香料去煮。这个叫打抛叶呢，是因为泰文叫做卡普劳，
那它是音译过来的。泰国人用这个打抛叶呢，它的味道比较不会像九层塔那么重，因为九层塔相对来说它的味道比较重一点、浓一点。那打抛叶的味道闻起来就是比较淡一点，所以泰国人比较喜欢用打抛叶当成香料。那如果在台湾还是买不到的话呢，你们就还是可以用九层塔代替。那这个打抛叶可以在花市找得到，它其实不难种。像巴拉巴在种啊，他就说他一天就浇2次水，早晚各1次，然后给它充足的阳光，这样子它就长得像刚刚这样很大一颗了。剪好了，这里大概有1小碗的分量。今天煮了2杯的白米，已经洗干净了，放入电锅。1茶匙的姜黄粉，放入10克的纯素奶油，1/4茶匙的玫瑰盐，刚刚采的斑斓叶，这样子撕成细丝之后转一转，打一个结，放入电锅，加水加到水位2，因为我放的是2杯米。搅拌一下，等一下饭煮好，再来拌松，奶油就会均匀了。先拿去煮饭。准备4颗荆棘，我洗干净了，把荆棘对半切。准备1个小碗，放上滤网，把荆棘汁挤出来。荆棘汁挤好了，现在来挤1/4块的柠檬。柠檬和荆棘的风味不同，所以用不一样的酸度。挤好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差点忘记放香茅了，赶快放进来，一起煮。锅内放入3汤匙的油。油热了，放入切好的大豆酥肉球，翻炒，给它炒成焦香。炒成像这样子，表层有焦香了，这时候放入姜末，这是我冷冻的1格姜末，大约10公克，还有芹菜末放进来，大约10克，拌炒均匀。如果你有吃辣，这时候可以放入辣椒末。那因为炒给小朋友吃，所以我就省略掉辣椒了。这个冷冻的姜这样子比较好保存，比较不容易坏掉。炒至姜和芹菜都炒香了，现在来调味。素蚝油1汤匙，酱油2汤匙从锅边呛入。2砂糖半茶匙，盐1/8茶匙，放大约50 cc 的水进来，把所有调味料炒匀。炒匀了，再翻炒久一点，炒出酱香味。现在可以放入番茄，还有豆干，快速翻炒。感觉有点干，可以加点水进来，增加湿度。快速翻炒，翻拌均匀。现在放入菜豆，还有香茅，快速翻拌。因为我要让菜豆有翠绿的感觉，所以最后才放。那就要炒久一点，让菜豆熟透。炒至菜豆有熟了，最后放入打泡叶，还有柠檬汁和荆棘汁，快速拌炒。
把泡叶炒软了，最后起锅前撒上胡椒粉，半茶匙的白胡椒粉，快速翻炒，炒均匀了，所有味道也融合在一起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酱毛香饭煮好了，超香的。把这些香料夹出来，斑斓叶、香茅。把饭拌松，刚好把纯素奶油也给它拌一拌。哇，入色很漂亮，超美的，可以来盛盘了。来吃喽！我放了这个豆干啊，想要模仿很像肉末的感觉。好香好香啊！各种层次的香都在里面，很难形容，就是一种南洋风味的香，非常的香。好好吃啊，很下饭。如果你喜欢吃酸点，可以再淋多一点的柠檬。然后，如果喜欢吃辣，也可以再加点辣椒。有打泡叶啊、香茅啊、斑斓叶这些香料组合起来，超级香的。这个打泡叶的种子啊，可以这样子握一个碗的形状，把它打破。种子跟花呢就会跑出来，可以放在饭上，会增加香气哦。这样子也可以吃。泰国人有些拿这个圣罗勒，就是打泡叶来做沙拉，太好吃了。大家有空可以试试看做这道料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加订阅。别忘了订阅我的副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